中国航天已经同时向外界公布，将会在2030年以前完成载人登月的航天任务。消息一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尼尔森日前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评价了中国的登月计划。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中国的航天计划近些年来发展顺利，在神舟16号飞船将3名航天员顺利送上天宫空间站之后，中国航天已经同时向外界公布，将会在2030年以前完成载人登月的航天任务。中国作为全球范围内数一数二的航天大国，此消息一出，自然是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但其中的有些声音听起来就不那么和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尼尔森日前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评价了中国的登月计划。尼尔森表示，如果中国先美国一步完成了载人登月计划，那么这将导致很多不利情况出现。比如说，中国先美国一步到达月球南极，那本着谁先到谁先占领，这地方就是谁的这一美式逻辑，尼尔森认为中国会将月球南极的水冰资源带据为己有做开发利用，这将导致美国日后在登月计划中遭受到巨大的不利情况。因为月球南极的水冰资源可以用于制备航天器燃料，这不但能极大地降低太空航天任务成本，还可以腾出燃料重量转移到宝贵的任务载荷重量上去，携带更多的人员、器材、设备、补给和各类货物等。航天器在被发射上月球的时候，只需要搭载前往月球的单程燃料，而返程燃料则等到降落至月球南极的燃料制备储存基地后，再另行补充加注。这对于人类未来长远的探月工程和天空探索工程无疑十分重要。如果利用得当，月球甚至可以成为人类前往宇宙更深处的一座前进补给基地。熟悉尼尔森局长的朋友们想必都知道，此人是美国高官里出了名的反华分子，造谣生事、扣黑锅几乎无所不能。曾经因为中美航天合作受阻和多年来未能有实质性的合作进展，而信口雌黄地将莫须有的罪名和黑锅扣在了中国头上，表示中美航天合作受阻就是因为中国航天队 NASA 不公开、不透明，隐瞒诸多关键信息，有意提防美国，不想跟美国合作。但事实情况却是，中美航天合作受阻，多年来迟迟未能有半点推进，这全都是拜美国自己所赐。美国老牌反华政客弗兰克·沃尔夫主导通过的沃尔夫条款，对中美航天合作进行了严格限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不得与中国航天进行任何形式的技术交流、设备出口，更不得展开任何官方性质的跨国航天合作。并且沃尔夫条款还不是随便提出来说说，拉选票拉支持率的行为艺术那么简单。该法案是真的获得通过，并且被写进美国法律里开始执行的。这就意味着美国人自己从法律上切断了中美航天合作的可能性。尼尔森局长却罔顾事实，睁眼说瞎话，选择性回避了沃尔夫条款这一重要事实，直接把不合作的黑锅扣到了中国头上。只能说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本事还真是和美国许多政客一样，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作为美国重要的航天科研机构尖端科技部门的实际现任领导者，比尔·尼尔森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上，本身就是带有争议性的。回顾此人的履历，我们不难发现，缝合与头巾这两个关键词可谓贯穿全程。律师、越战逃兵、众议员、州长竞选失败者、参议员，这些都是尼尔森过去在不同时期的身份。而之所以能做到 NASA 局长的位置上来，主要还是因为其在美国航天业鼎盛时期曾有幸上过太空，算是有了这么一段沾边的经历。加之其以政客身份在美国大选时站对了队，政治投机成功，所以才顺理成章地被推到了 NASA 局长的位置上来。但是我们都知道，航天和太空探索
本来就是一项强调科学和严谨的工程学科。尼尔森靠着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判断力，在美国政界混的是风生水起，但其在科研和航空航天领域的造诣几乎为零。若不是当年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大搞太空竞赛，美国在航天领域投入了前所未有，估计以后也不会再有的巨资，大幅扩充了航天领域的队伍和机会。尼尔森这类哪行都混混，哪行都沾点边，大搞刷履历投机的人，能不能上太空都得两说。尼尔森或许不怎么懂航天科学，但其真的懂在如今乌烟瘴气、大型反华之风的美国政界该如何包装和营销自己。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其在针对中国的话题上屡屡发出各种让人不禁怀疑这是高端科研探索部门的领导者能说出来的话的言论。反之，如果是以一名投机政客的身份来看待尼尔森，而不是以高端科研探索部门的领导者这层表面身份，那么其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行为也就不那么奇怪了。毕竟现如今的美国政界，那还真就是这么一种草台班子政客大行其道的糟糕环境。当然，无论尼尔森怎么说，怎么强调 NASA 会想办法在中国之前登上月球，在月球上去建立美国秩序，把月球也搞成美国的太空殖民地，但客观现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航天相比 NASA 有增量优势，正在快速赶超 NASA 的存量优势，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将保持和强化这种优势。这也不是尼尔森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能解决的。外人说外人的，咱们继续坚定地走自己该走的路。且看等中国人真的站上月球那一天，到时候的尼尔森一类人又该怎么说。